中国はですね、不透明な軍備増強を続けていますし、国防費を継続的に高い水準で増加させています。そして、5日、これは7日に報道もありましたけども、3隻目の空母を就役をさせています。そして、日本と中国の防衛大臣会合も開催をして私も会いましたけども、その際にも尖閣などで海警の船からヘリコプターが出て、そういったところの領空侵犯なども直ちにやめるように、こういったことも申し上げていますので、して、何よりもですね、こうしたスタンドオフの防衛能力を保有することで、我が国として相手に攻撃を思いとどまらせる抑止力を得ることができ、我が国に対する武力攻撃そのものの可能性を低下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と考えていますので。一觉醒来，好家伙，又变天了！这个日本政府啊，11月13号突然咣一下扔出来一个消息，说要给他们那个自卫队改名儿。哎，你一听可能觉得，嗨，改个名儿多大点事啊？咱们这公司还天天改名呢。但是你听听他改的这俩名啊，你品品。第一个，他们要把一佐改回叫大佐；第二个，他们要把普通科改回叫步兵科。这一佐是啥呢？这个词儿可不是啥新鲜玩意儿啊，而是旧日本帝国军队里标配的军语，带着强烈的军国时代印记，级别跟这个美军上校差不多的。那普通科呢，其实说白了就是部队里负责地面战斗的，但是换成步兵科之后啊，那种冲锋陷阵、硬碰硬的进攻意味就更浓了。那这俩词啊，听着是不是有点耳熟？大佐步兵，没错了啊，这个不是啥新鲜词儿。这俩词儿呢，但凡咱看过点抗战剧啊，那个耳朵都快听出茧子了。这不就是当年那什么旧日本帝国军队里那套标准称呼吗？报告大佐，步兵中队冲锋，那个画面感真是蹭一下就上来了。日本当局这波操作啊，给的理由特高大上，说什么是为了与国际接轨。哎呀，我们这一佐呀，外国人听不懂，我们叫大佐，他们就都明白了。你信吗？我就纳闷啊，你真要跟国际接轨，你跟美军接轨啊？你叫上校不就完事儿吗？哎，你跟谁接轨不好，非得跟你那80年前的老祖宗接轨啊？这哪是与国际接轨啊？这分明是与过去接轨。这个事儿啊，它不是个小事，这根本就不是换个称呼，这可能啊是日本整个战后军事路线一次特别大的松绑信号。咱们得往回倒带啊！这个二战打完，日本不是战败国嘛，被按着头写了个和平宪法，尤其是那个宪法第9条，白纸黑字写着永远放弃战争，不保持陆海空军以及其他战斗力量。所以啊，他们那个军队啊，从根上就不叫军队，叫啥呢？叫自卫队。这名字起的呀，特怂，对吧？哎，我就是保卫自己啊，我没想打别人啊。为了显得自己人畜无害啊，他们当时费了老鼻子劲儿的呀，把所有带军味的词儿全给改了。陆军不行，太冲了，改叫陆上自卫队；海军不行，改叫海上自卫队；空军不行，改叫航空自卫队。那这回呢，步兵不行，改叫普通科；大佐不行，改叫一佐。这套操作其实说白了就是为了跟那个军国主义的过去做个切割。那现在呢？现在他们要把这个词儿一个个的给我捡回来了。步兵科这个词儿啊，那个进攻性、那个火药味啊，那可比普通科浓太多了。哎，你以为这个事儿是拍脑门决定的？这个事儿啊，2017年就有人提过，说要不要改名呢？结果呢，当时防卫省内部啊反对声一片，社会上争议也大，最后啪黄了。那怎么现在又行了呀？这说明啊，水温到了。现在日本防卫省的态度啊，那叫一个180度大转弯，说要以紧迫感推进相关研究。哎，听听这个词儿啊，紧迫感，改个名儿，你紧迫啥呀？这说明啥呀？说明上层已经铁了心了，不装了，摊牌了。什么争议啊，什么历史包袱啊，他们不在乎了。谁在背后使劲呢？不就是那几个老面孔吗？自民党还有那个日本维新会，这俩党派啊，这几年跟打了鸡血似的，天天把正常国家挂在嘴边。那啥叫正常国家啊？翻译过来就是啊，凭啥我就不能有军队啊？凭啥我就不能打仗？他们的目标特明确啊，2026财年之前啊，必须把这套老词给换回来。具体来说，打算把现行的1尉、2尉、3尉改回少尉、中尉、大尉，一佐、二佐、三佐变回少佐、中佐、大佐，将补将改为少将、中将，幕僚长则拟称上将，部分兵种名称也将复古，如普通科变步兵科，特科变炮兵科，施射科变工兵科。这叫啥呢？这叫不再对过去做减法，现在是那都是我们的历史嘛，都是我们的荣誉嘛，开始正大光明的往回找补了。
各位，如果这个事儿是单独发生的，咱可能当个笑话看了。但是问题是，它不是啊。这几年啊，这个日本在军事上的小动作啊，简直就没停过，跟切香肠似的，一刀一刀，一点一点来。动作一，砸钱。这个日本的军费开支啊，那涨的都快上天了。以前呢，他们有个 GDP 1%的红线，自己画的。现在呢，早都踩得稀巴烂了。他们要奔着 GDP 2%去，那可是北约标准。钱哪来呢？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敢问，反正就是玩命的印，玩命的借。动作二，改结构。前几年啊，他们搞了个什么陆上总队，这个名字听着挺绕。但你琢磨琢磨啊，这以前日本陆上自卫队是分片儿的，北海道、东北、东部、中部、西部各管一摊儿。现在搞了个总队，啥意思呢？就是全国统一指挥了呀。这不就是变相的建立了一个日本陆军司令部吗？这不就是陆军吗？动作三，往前拱啊！他们拼命在西南诸岛加强军事部署。西南诸岛是哪儿？不就是冲着咱家门口来的吗？在那儿修导弹基地，部署电子战部队，那个架势，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想干嘛呀。还有动作四啊，抱大腿，跟美军那个一体化作战搞的是如胶似漆啊。这以前吧，他可能还是跟班小弟，那现在呢，他想当亚洲代理人，想当那个马前卒。这一桩桩一件件，你再回过来看今天这个改名事件，你还觉得这只是改个名吗？他就像在装潢一栋老房子，你不是把它推倒重建啊，你是今天换了个灯，明天换个门，后天换个家具，最后连墙纸都给换了。那等你猛一回头啊，你发现这个房子早就不是当初那个样子了。这回这个改名啊，就是把最后那个自卫队的破门牌给摘了，换上一个烫金的帝国军门牌。咱们再聊聊大佐这个词儿为啥这么刺眼？这在军事上啊，一个称呼，它不光是个管理工具，它是一种文化认同，一种身份归属。这过去啊，这个日本小心翼翼的用一佐，就是为了跟那段侵略历史划清界限。我们是新日本，我们爱好和平。那现在呢，他们不避讳了呀？为啥呢？因为他们正在试图重建一种更有攻击性、更带有他们所谓历史荣誉感的军队文化。哎，你想想啊，一个日本新兵蛋子，他入伍了。那以前呢，他的长官是一佐，他听着没啥感觉啊，就是个官儿。这以后啊，他的长官是大佐，他一听这个词儿，他会想到啥？他会不会去翻历史书？他会不会去看那些美化战争的电影？他会不会觉得，哇，我的前辈那些大佐们啊，当年是多威风哦？这就是文化上的松绑。他们从训练到教育到内部宣传，都在为明实相符铺路，让这个自卫队啊不再只是自卫。战争啊，虽然不是靠名片打的，但你名片上印着什么字儿，往往说明了你准备打什么样的仗。你名片上印的是保安，那你就是看大门了；你名片上印的是步兵，那你可就不是看大门这么简单了。这就引出了最关键的问题了啊！那个宪法第9条咋办啊？那不是还挂在那儿吗？这你就不懂了啊！这叫软突破。我不明着改宪法，但我架空你啊！我就在不改宪法的前提下，先把我这个部队啊包装的越来越像军队。我把普通科改成步兵科，这就是为未来建立大军区体系做准备，就是给一支能打全面战争的陆军打基础啊！那等我这个钱也花了，组织也改了，名儿也换了，这支军队已经既成事实了。到那个时候啊，那个宪法第9条啊，不就成了一张废纸吗？到时候啊，他们甚至可以两手一摊，哎呀，你看哦，我们这儿已经是军队了呀，那条法律是不是有点过时了？要不咱改改？自卫这件外衣啊，现在是越来越薄了，都快成皇帝的新衣了。你说咱邻居能不急吗？韩国社会对这个事儿啊，普遍就是怀疑和反对。为啥呢？因为大家心里面都有一本账。日本啊，他真的彻底反省过那段军国主义历史吗？你看看那个靖国神社啊，那里面供着是谁啊？甲级战犯，那香火断过吗？没有。他们的高官啊，甚至首相啊，是不是3天2头就去拜过啊？是。你一边干着这种事儿，一边跟我说，哎，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改个大佐步兵，就是为了跟国际接轨，为了好听。你糊弄谁呢？那在这种背景下，你不管怎么解释啊，在所有被你侵略过的邻国眼里啊，这只有一个信号：日本正在一步一步的脱下那件和平宪法的紧身衣，开始穿回那件曾经让整个亚洲遍地烽火的旧军装。所以啊，朋友们，这次术语变更啊，绝对不是什么细枝末节，这就是个风向标。它说明白了日本现在的底层逻辑：不再回避战争能力，我就是要打；不再遮掩军队身份，我就是军队，不装了；不再压抑历史文化，我甚至觉得那段历史啊挺光荣的。咱们中国这几十年发展挺快的，军力现代化了，日本可能觉得啊压力山大呀，
但是他选择的路不是和平共处，而是向后转，回到那条老路上找安全感。但是这条路真的安全吗？历史不是你改个名字就能抹掉的。那些曾经被步兵和大佐们撕裂过的国家和人民，对这些词儿的记忆可比日本人自己深刻多了。名字可以换，历史的账可不能少算。日本这步棋走的不只是危险，更显得特别急切。但咱这儿也必须把丑话说到前头他想在家里把自己叫大佐也好，叫天王老子也罢，那是他自己的事儿。但是如果他改这个名儿是改给我们看的，是想给自己壮胆，是为了在咱们家门口搞事情，那我只能说他这个算盘打得稀烂。他也不掂量掂量今天的中国还是80年前那个中国吗？咱们中国人骨子里是爱好和平的，咱们修长城不是为了打别人，是为了不被别人打。咱们不想惹事，也最烦别人惹事。但是你如果非要把步兵这套东西摆在咱家门口来耀扬威非要伸手动脚来试探底线，那咱也不是吃素的呀。他要是真敢把大佐的威风耍到中国人民的头上，那咱们的回应只会比他想象的更坚决、更迅速、更彻底。历史的教训他要是忘了，我们不介意帮他再温习一遍，而且我们保证这一次的学费他绝对付不起。好啦，今天给大家聊到这儿了。对于日本这边复古操作你怎么看呢？评论区聊聊我是肖兰，我们下期再见。